朋友們好，今天是第39節，分享一下五香花生馒头的具体做法和關鍵操作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記得點讚收藏。先記一下材料，這裡是中筋麵粉，準備300克，然後乾酵母2克，接着是水160克，常溫水就好，然後把酵母攪拌開。同時跟大家提一下，如果你想讓和面更光而且不粘手，這裡呢咱們这個手呢盡量不要全部沾到這個水分，咱們像這樣分散的給它攪拌匀，手上盡量少沾水，這樣可以避免所有的面沾到手上越揉越不匀這種情況出現。這樣一般咱們和出來的面团相对就比較光滑，不粘手。咱們這部分面攪拌成畫面中這種狀態之後，準備5香的花生碎，這個花生碎是買的現成的，咱們加上50-60克就可以。接下来把这一部分的花生碎和面絮充分的搅拌在一起，搅拌的同時呢，可以稍微捏一下，让花生碎融进去。搅拌匀之后，接着把剩下的水分2到3次加进去。另外，如果想讓這個面盆更乾淨，發現哪裡有粘的面粉，這一部分呢，咱們可以稍微加上一點水，先把這一部分打濕，這樣你就能很輕鬆的讓整個面盆變得更乾淨，而不是一直在裡面揉面就可以把它弄乾淨的。咱們前提是先把這一部分粘的部分變軟，然後你再去揉，整個面盆自然就會更乾淨。和完面之後呢，基本上就不用怎麼洗。同時呢，大家需要注意，咱們這個裡面加了花生碎，有些花生碎是進不去的，咱們揉的時候呢，把這個捏到中間按進去，這樣咱們和到最後，這個花生碎剩下的就極少極少了。然後呢，咱們把這部分像這樣給它轉一下，粘在上面，再次按压。按的同時要注意哪裡粘往裡折，直到把整個面团揉成畫面中這樣相對均匀乾淨就可以收工了。最後一步需要用保鮮袋完全把面团包裹起来，進行第一次發酵。发酵的時候大家一定要記住常看看，直到面团发成咱們畫面中這樣，然後取出面团，案板上撒上一些粉。由於這個面团呢不會太軟，撒粉的時候注意不要太多。然後把面团直接放在案板上，這個時候呢大家需要注意，這個面呢它裡面有大顆粒的花生，所以呢就不需要單獨揉面，直接按平，把大的氣泡壓出去就可以。這樣咱們做出來之後也可以確保它表面不會太多的坑坑洼洼。然後呢咱們用擀面杖像這樣平着給它擀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們擀的同時呢表面是很光的。假如你長時間去把它揉一下，這個面呢會越揉越裂。面擀開之後要注意這個厚度呢不要太薄，然後呢把剩下的花生碎大概40-50克直接抹在面皮上面。抹的時候呢大家盡量抹匀，差不多像畫面中這樣鋪平之後，再用擀面杖在上面壓一下，給它壓牢，防止咱們做完之後呢撒的一桌子都是，這樣會清潔比較麻煩，所以呢稍微壓一下更緊實。最後從一頭開始捲，捲的時候呢大家記住一定要捲緊，不管是做這種還是做花卷都一樣，捲緊之後你後面的造型各方面操作都會比較順利，而且不會那麼醜。成條之後像這樣給它搓一下，盡量保證大小一致，然後呢用刀分成段兒。分段的时候同樣要注意直上直下，下刀要利索。切開之後下一步整形，直接像這樣按平，然後呢兩邊都給它壓下去，然後像這樣給它轉，把這個面塞到下面去，再拿起來像這樣把底下的口給它收起來，這樣一個圓饅頭就算完成了。其實像咱們平常做圓饅頭的時候也可以這樣操作，揉好的面切成剂子之後呢直接往下壓，留住平面。這樣做其實更簡單，速度又快，不用擔心它中途發過。饅頭揉好之後呢，直接用保鮮袋給它蓋起來，進行第二次發酵。天氣熱，第二次發酵也要多看看，千萬不要讓它待太久。然後呢，兩邊記得給它壓住，不要漏風。漏風之後呢，咱們蒸完很可能出現起泡。時間到，直接打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明顯變大了很多。像這個時候呢，拿起來的時候也是輕輕的，然後呢，直接放入蒸籠。然後下一個細節，咱們一定要提前把鍋裡的水燒開。饅頭發好之後立馬去蒸，不要耽誤時間。咱們這種饅頭呢，中火蒸個20分鐘就好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個的表面不塌不陷，也很乾淨。
然后呢，鬆軟度也非常的好，玩起來也很香，吃起來會更香。喜歡的朋友不妨嘗試一下，記住咱們前面說的關鍵操作，然後再去下手，這樣你就能很輕鬆的把它複製完成。好了，咱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，感謝觀看，下期再見啦。